事情还真如沈飞想的那样，唐之灵等人在山里这么久没出来，就是拜唐之灵所赐。后面追杀他和单州王的人都不是益州王府的府兵了，反而是苏莫尘的人。那些人手段狠辣，而且穷追不舍，人员还越来越多。暗中保护唐之灵的暗卫已经全都出来了，可是敌我人数上的差距让唐之灵这边损失不少人。武丹和武阳也都受了重伤，唐之灵最后才拿出了沈飞给他的秘密武器改良版的毒气。毒气还真是在关键时刻救了唐之灵等人，追杀他们的那些人全都倒下了，可是他自己这方面的人马也都倒了，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可以随意活动的人了。唐之灵不确定药效的时间，害怕敌人清醒过来，所以也照着沈飞曾经的做法，拿起刀一刀一刀的捅死了那些黑衣人。浑身无力的单州王楚静怀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自认无害的弟弟一刀一刀的往人的心窝子里捅，这哪是纯良无害的小白兔弟弟呀，这尼玛是个大魔头啊！这一刻楚静怀就想捶自己几拳，天哪，他为什么要来京城啊？他差点被人给咔嚓了，还吃什么大户，还赖在荣王府，简直是嫌命长了。真是便宜没占到，反而是过得心惊胆战的。不行，长安城太危险了，这里就是个是非窝，他就算在单州吃沙子都不来长安了。等他回到长安，就赶紧带着王妃和世子离开。唐之灵根本不知道楚静怀的想法，他还是像个小蜜蜂一样一刀一刀的解决敌人。哎呀，杀人也是个力气活啊，就剩下5个人了，也快。说完，唐之灵擦了一把汗，又是2刀。另策带人找到唐之灵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个景象，所有人都是倒着的，只有唐之灵自己提着刀站立着。属下来迟，还请王爷责罚。不是，刚好还剩3个，你们解决吧，我累了。王爷，还是要留下几个活口，带到京城审问一番。好，那就留下吧。唐之灵想到沈飞的肚子，感觉他也快生产了，他现在是归心似箭。把人带走，咱们尽快回长安城。是，王爷。于是楚静怀等人全都被背了起来，然后一行人快步地往山外走去。此时冯保正在禀报益州王游街的情景。皇上，京城的百姓都在声讨益州王的不是呢。老三是什么反应？皇上，益州王现在和百姓们对骂起来了。此时太子带着楚玉红来到了殿外，就听到了皇上的大笑声。红弟，你先等着，我进去和父皇说说。放心，父皇现在很高兴，那一会儿见你的时候也顺利些。楚玉红心想，皇伯父这时候高兴，对我们益州王府可不是好事啊。还劳烦太子哥哥帮我美言几句。放心，你是你，你父王是你父王，我分得清的。太子安慰了楚玉红之后，就快步上了台阶。皇上知道太子求见，立即就让人把太子请了进来。儿臣参见父皇。伤口严重吗？父皇，儿臣无事，伤口不深。当时要不是红帝救了我，儿臣真见不到父皇了。红帝？就是益州王府的世子，这次多亏了红帝，是他不顾危险替我挡刀的。看来你对老三家的孩子印象还不错呀。父皇，红帝确实是很聪明，他现在就在殿外等着见你。皇上无奈地看了一眼儿子，太子还是缺少历练呀。好，朕知道了，你也受伤了，回东宫养伤吧。还有，也去看看你母后，她也很担心你。是，父皇，孩儿告退。太子离开之后，楚玉红就被招了进去。楚玉红规规矩矩地给皇上行了一个大礼。草民楚玉红参见皇上。皇上看着地上跪着的小孩，心中五味杂陈。老三怎么会有如此聪明的后代？要是这份才智给了太子多好啊！皇上现在也是很纳闷，为什么聪慧的孩子都跑到了弟弟家了？老六有小福宝，老三有楚玉红，难道是他后宫的美人都太傻了吗？皇上看到地上的小人在偷偷地观察自己，才收回沉思。如今你还是益州王府世子，为何自称自己是草民啊？皇上，我父亲被其幕僚苏先生陷害，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草民今后不敢再称是王府世子。
皇上听到楚玉红一口一个草民的，心中又是可惜。他确实是想怎么处理老三的事，杀与不杀之间的犹豫。就算不杀益州王府的所有人，也是要贬为庶民的。皇上想到先帝那时候对待太子的后人可是手段狠辣，他很想效仿，但心中不乏顾虑。楚玉红见到皇上久久无言，试着开口：皇上，草民有个提议，恳请皇上听听。哦，你想和朕谈条件？皇上，草民不敢。就是草民的弟弟只有3岁，还什么都不懂。草民母妃平日也不知道父王做的事，恳请皇上放过母妃和幼弟。草民愿意说出父亲藏匿起来的军队位置。皇上的心一颤，狡兔3窟，他着实是害怕老三暗中藏起来的人。哦，你知道你父王的心思？是，草民父亲确实是有那不切实际的妄想。皇上被楚玉红那句妄想说得很开心，老三就是妄想，哼，还想取代他当皇帝，简直是做梦。哼，你只想你母亲和弟弟，你自己就不想活命了？皇上，我想活，我比任何人都想活。每日在益州王府见到我父亲执迷不悟，被那个苏先生耍得团团转，草民也是急得很。奈何草民年龄太小，父亲从不肯听草民的意见。父亲就是个傻的，没有主见，被旁人恭维几句就完全信任苏先生的话，以至于现在酿成大祸。草民不敢给自己和父亲求情，只希望皇上能饶了幼弟和母亲。抬起头来，你说你父亲完全是受到了苏先生的挑拨，有什么证据？或许这就是你父亲的意思呢？朕不相信他一个小小的幕僚就有这么大的权力。回皇上，这也是草民的疑惑。草民觉得苏先生的来历不简单，他是2年前来到父亲身边的，很快就得到了父亲的重视。父亲平时有任何拿不定主意的事，都会请教这个苏先生。况且这次我发现，苏先生假传消息之后，人就消失了。同时王府的府兵中也有人消失了。草民猜测这苏先生绝不简单，他的人或许已经渗透到了父亲的私兵中。楚玉红已经开始转移矛盾了，逐渐把话题引到了苏先生这里，这样他们益州王府的责罚就能少一些了。拉出来一个共同的敌人，转移皇上的目光和怒火，他们一家才有可能活命。他还要在皇上见到父亲之前就把底牌亮出来，最好就是谈好条件，防止皇上被父亲激怒，一下子砍了他们一家的人头。现在见到皇上被成功的转移了注意力，楚玉红松了一口气。皇上的态度松动，看来母亲和弟弟的命暂时保住了，剩下的就是再接再厉，逐渐立功，争取保住他和父亲的命。皇上听到楚玉红这么说，也重视起来。想到前些日子袭击荣王府的第3方势力，还有沈妃那句针对所有楚家皇室的局，皇上没由来的心中一跳。老三这人虽然可恶，但身上也流着楚家的血，也是楚家人。哈，那人还真是好算计啊，心思也够缜密的，这是算准了他和老三的过节，不论结局如何，损失的都是楚家皇室之人。苏先生的人有多少？草民也不知道。皇上，草民和父亲死不足惜，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益州的那批人马被人利用，防止他们被苏先生骗了去，做出危害大禹朝之事。你怎么知道你父亲藏匿军队的位置？父亲不是细致之人，况且我又是小孩子，还是王府世子，想要知晓一些消息还是很容易的。何况父亲的手下也不是全然都喜欢苏先生的。好，朕答应你，饶了你弟弟和母妃的命，作为交换，你告诉朕老三私兵的消息。草民谢主隆恩。皇上看着地上的小人儿，还真是不简单。罢了，亲口承认，怎可反悔？行了，你先把位置在哪儿都写出来吧。是，皇上。楚玉红站起来，把益州王藏兵图的位置都写了出来。皇上看到上面的位置满意了，因为那上面的位置有的是他知道的，这说明这孩子没有说谎。玉红，你很好，比你父亲识时务。
皇上，我父亲冲动易怒，能当个王爷都是祖上蒙印，三生有幸能和皇上成了兄弟，但他真的当不了天下之主。哦，你也这么觉得？我每日防止父亲做蠢事，也是心累得很。皇上想到小福宝批评老三蠢，现在老三的亲儿子也说他蠢，老子和儿子都说他蠢，老三还真是可悲呀。皇上，草民愿意和皇上的人一起去益州收缴那些私兵。啊？你真的愿意？草民愿意，草民愿意为黄伯父分忧，毕竟都是大禹朝的士兵，草民想把损失降到最低。宫儿，你很不错。很快皇上就发了好几道圣旨，8岁的楚玉红也跟着离开了京城。益州王被关在天牢中等着见皇上呢，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皇上来见他，这让益州王气得不得了。本来他还想在临死前刺激刺激皇上的，现在连人都见不到，除了憋闷之外就是愤恨，真是太不把他当回事了。难道他就不怕自己藏起来的人马？益州王是不知道他的好大儿已经拿着这份底牌谈了条件。沈妃生产完之后有了药剂的作用，他已经可以灵活下床了，因此白日的时候他都是把人赶出去，然后再自己进入到空间实验室中开始研制药物，主要是针对小福宝身体修复的药剂。因为有了脐带血，加上从前研究药剂的经验，沈妃的成果也是很快的，只用了10天的时间，沈妃的药剂就研制出来了。虽然还有完善的空间，但小福宝最近的状态不好，沈妃也不能等了。很快沈妃拿着一个大针头出了实验室，直接落到了床上。李嬷嬷，快去把小福宝抱过来。哎，好嘞，我这就去。小福宝是被徐慧抱着进来的。娘，徐慧，你把小福宝放下，你先出去吧。是，王妃。仔仔，快过来。小福宝看到沈妃笑得开心，但他手上那尖尖的东西有点吓人呢。仔仔，快过来，娘给你打针。打针？仔仔，这是娘研究出来的新药，主要就是治疗你的病的，只要打几天针，你很快就弄好了。真的？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小福宝一想也是，他向沈妃走了过来，然后伸出小胳膊。来，仔仔，忍着点，一会儿就好了。沈妃拉过小福宝，开始扒他的裤子。娘，你干什么？屁股肉多，别打这里，你放心，就疼一下。小福宝还在挣扎，沈妃直接打了他屁股一下。老实点儿，药很珍贵的。小福宝也想到了，这药是因为弟弟们来了才有的呢，于是也不挣扎了，任由沈妃给他打针。虽然有点羞涩，但能活命也好。小福宝还是对于自己能活下来半信半疑，但他也不想伤沈妃的心，所以打算以后都尽量配合沈妃。沈妃给小福宝打好针之后，就提上了他的裤子。哎呀，仔仔，陪娘睡一会儿，可好？小福宝看到沈妃眼睛下面的青色，知道沈妃这段日子也是十分劳累的。好。沈妃直接躺下，小福宝则是钻进沈妃的怀里，任由沈妃搂着他。娘，哎，我在呢，陪娘睡一会儿。好。于是娘俩就躺在一个被窝里，小福宝感受被母亲搂着的感觉，满意的闭上了眼睛。娘的怀抱好暖啊！其实他很怀念娘亲的温度，不想一个人躺在那冰凉的绣户箱中，在那里越久，就好似他要离开人间了一样。慢慢的，小福宝也睡着了。此时偏厅内，花花被奶娘抱进了三胞胎的房间内。三胞胎现在还小，所以都是养在一处的。照顾三胞胎的奶娘见到花花来了也不奇怪，毕竟二小姐每天都来看三胞胎的。把弟弟从摇篮里抱出来，都放在床上。奶娘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要不要照做。这二小姐虽然不像是大小姐那样喜欢偷偷的捅一捅三胞胎，但每天直勾勾的盯着三胞胎也是很奇怪的。怎么，我说话不管用吗？哎呀，不是的，二小姐，这二少爷刚睡着呢，这一抱起来就醒了。醒了更好，赶快抱过来。奶娘们也只能乖乖照做，把摇篮里的三胞胎抱了出来，一排排放在床上。你们都出去。
花花的奶娘陆奶妈没有迟疑，她虽然亲自喂养了二小姐，但她也明白二小姐虽然小，但主意大，小人不大，但说话就是说一不二。是，我这就出去。小老二的奶娘陈奶妈见到陆奶妈毫不犹豫的就走了，没有办法，她也跟着退出了门外，剩下的2个奶娘也紧跟着退了出去。不过4个奶娘谁都不敢走远，齐齐的站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打算只要出现婴儿的啼哭声就立即冲进去。花花见人都走了，终于露出了笑容，她率先爬到小老二身边，毫不客气地揪住他的襁褓。小老二原本是闭着眼睛不打算搭理花花的，但是包着他的小被子，头顶的被角被粗暴地薅了起来，害得他的头也跟着悬空，于是也睁开了眼睛，目光直接看向花花，顺便瞪了一眼花花。师弟，是你吗？小老二被粗暴的放下，更是气得不得了。他这时候要多脆弱呀，特别是脖子，竟然这么对他。他想伸出手给花花竖个中指，奈何双手都被绑了起来，现在也就脖子能动弹。师弟，师弟。小老二没反应，也没有办法回应。难道你不是师弟，是老师？花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老师的魂魄说过，就算是一直飘荡，也不会投身到小师妹的肚子里，他的老脸可挂不住，也接受不了。花花的猜测让小老二很无奈，他直接晃了一下脑袋。花花不明白这反驳的是哪一个。你要是师弟就眨一下眼睛，你要是老师就眨2下。小老二没有办法，只能眨了1下眼睛。是师弟呀！终于不是他一个人尴尬了，看到剩下的2个小婴儿，花花也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弄醒了。还没等他确认有没有老师在呢，2个小孩就发出了哇哇的大哭声，这声音真是一个比一个大，真是魔音串耳啊！门外的奶娘们不敢耽搁，立即就跑了进来。小老3和小老4的奶娘立即上前抱起2个孩子，轻轻地哄着。陈奶妈见到小老二没哭，还有些得意，她带的孩子就是乖，就算同为3胞胎，二少爷就是比其他2个弟弟要聪明呢。花花一看到2个婴孩大哭，就知道这是真小孩无疑了。这也说明老师终究是觉得脸面更重要，没有穿过来。其实花花觉得还是投胎成人更好，虽然有前世的记忆有些别扭，但是可以当成忘了喝孟婆汤，重新活着总比魂魄一直困在实验室中要强一些。花花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大禹朝的生活，她觉得老师一定会后悔的，因为师妹不打算再生了。花花想到师傅那老头子跳脚的样子，就觉得好笑。陆奶娘，抱我回去吧。是，二小姐。陆奶娘抱着花花直接离开了3胞胎的房间。此时沈飞并不知道花花所做的一切，也还不知道他的另一个熟人也来到了大禹朝。他正搂着小福宝睡得香甜，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天黑。慢慢的，他感觉到了脸上传来痒意，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胡子拉碴的男人。你是谁啊？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唐志玲，是你呀！你回来了。抱歉啊，沈飞，我回来晚了。抱歉啊，你这次生产我又没有陪在你身边。没事，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你们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路上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不着急，我慢慢和你说，我得先去洗漱一番。哦，对，咱们慢慢说，你先去洗澡。哎，你还在坐月子，不能起来，就躺着吧啊！我身体很好，而且还有5天就到1个月啦，我就可以出门了。哎呀，你这次也是生了双胎，马虎不得。我听说还有人坐双月子呢，你也不能大意啊，还是再待1个月吧。你回来没先去看孩子？没有，我最牵挂的还是你。唐志玲，这次不是双胞胎，是3胞胎。3胞胎？3胞胎，一模一样的3个儿子。唐志玲算了一下，她这才成亲3年就有6个孩子了，还真是高产呢。荣王府有了唐志玲的回归，整个王府都是喜气洋洋的，府中的下人也是充满了干劲儿，毕竟他们的男主人回来了。虽然王爷平时在府中的作用不大，但只剩下妇孺的王府还是让下人人心发慌。唐志玲洗了热水澡，并且还把大胡子都剃了下去，
人又变成了年轻俊俏的郎君。他回到房间的时候，小福宝也已经醒了。唐之灵刚才回来的时候就光注意沈飞了，都没有看仔仔。他快走几步来到小福宝身边，把他抱了起来。仔仔，有没有想我呀？唐之灵失踪没有消息的时候，小福宝确实是担心了，担心他出了意外，担心他和自己都离开娘亲，那娘亲一定会受不了的，还有他们的家也将不再完整。小福宝放下别扭的心理，第一次主动亲近唐之灵。他伸手搂着唐之灵的脖子，小脑袋搭在唐之灵的肩膀上。唐之灵能感受小福宝的依恋，内心高兴，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一起生活最久的孩子。他和后出生的5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他是自己的长子，感情自然不一样。仔仔，你也瘦了，以后要多吃点饭才能长高哦。小福宝再次发出小奶音儿，轻轻地哼了一声。唐之灵轻轻地拍着小福宝的后背，虽然他的声音很小，但唐之灵还是听到了。沈飞听到小福宝那像小猪一样的哼唧声，笑了出来，自己的仔仔就是可爱呢。荣王府明月轩，邓王妃见到楚静怀回来的时候，高兴地奔了过去。皇爷，皇爷！楚静怀见到王妃这么情绪外露，也没有像是从前那样嫌弃，觉得有失体统。他也瘸着一条腿快步走过去，回抱住邓王妃。我回来了。楚静怀曾经的后院美人和侍妾可是不少的，他不觉得王妃有多特殊，顶多只是他的正妻罢了。可是到了生死关头，楚静怀能想起来的女人只有邓王妃，只牵挂她和小世子。楚静怀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对王妃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邓王妃被楚静怀紧紧地抱着，怔愣片刻，随后就明白过来。邓王妃终于笑了出来，她等到了，不是吗？两人紧紧相拥，虽然没有话诉衷肠，但绝对是真情流露。荣王府的两家人喜气洋洋的，皇宫中的气氛确实不太好。此时北静王和吝策正在和皇上禀报。吝策虽然是荣王府的人了，但皇上召见还是必须要来的。唐之灵等人回京，皇上已经接到了消息。考虑到沈妃的情况，皇上准许唐之灵先回家见妻儿，但路上耽搁这么久，还是要向皇上交代清楚的。北静王仔细说着当时的情景。皇上，臣回来途中也是遇到了一队人马，那些人虽然穿着我朝军中的衣服，但臣觉得他们身份有问题。哦，那些人可有抓起来？那伙贼人很顽固，交战的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有伤亡，除了几个活口，剩下的都死了。那些人都很固执，要不是臣及时卸掉他们的下巴，他们被抓的时候就服毒自杀了。皇上，这些人绝对不是普通士兵，臣自认对手下的士兵不错，但他们被俘的时候想的也是投降，很少会这么果决服毒自杀。皇上，那些人更像是被精心培养的暗卫，只是投身到了军中。皇上一下子就想到了楚玉红说的那个苏先生，想必那些人是接到了消息，从老三那边逃出来的，只不过是运气不好，又遇到了北静王和吝策两伙人。不错，有活口就好。皇上满意地看着北静王，他觉得北静王也算是他的福将了，那伙人一定是那个苏先生的人。经过2次的损耗，苏先生的人剩下的想必不多了。皇上想得不错，苏墨尘现在就在骂娘，他也是没想到最后那批人还没和他会合，就倒霉催的碰上了北静王。该死，全都该死。公子小心您的手。给陈家送信，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那几个活着的人给灭口了。公子以陈大人如今的地位，还会听公子的吩咐吗？这时候想下船，晚了。是，属下这就去办。快去快回，安排好之后，咱们立即离开。是，公子。苏墨尘站在小山丘上，看着远处的长安城，还有那气派的皇城，紧紧地攥紧了拳头。那里本该是他的家。文德4年5月，青草茵茵，清风拂过，荣王府的游乐场也是热闹得很。秋千上坐着一个肉乎乎的小身子，在悠闲地晃悠着。铁蛋，再用点力推。好的，师侄。
于是小福宝的秋千就荡得更高一些。小福宝嘎嘣啃了一口甜瓜，开心地眯起眼睛。这时候小叶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哥哥，我小福宝斜睨了小叶子一眼，没有搭理他。小福宝决定今天必须要和小叶子斗一斗，不能放任他，让他觉得这王府里的人都得听他的。哥哥的威信必须要立起来。不行，你去玩滑梯，不要过来。小叶子见到小福宝这次没答应他，疑惑地瞪大眼睛。哥哥，小福宝觉得小叶子现在就像是打鸣的公鸡一样，每天都是咯咯咯咯的不停。哎，这个小丫头。行了，给你玩。小叶子露出了得逞的笑容。铁蛋，咱们走。柿子，咱们去玩别的。别看铁蛋儿比小福宝还小了1岁，但这小子从小力气就大，现在的身高更比小福宝高了2个头那么多，加上敦实的身子，看着像个大孩子一样。小福宝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身体康复之后的小福宝格外珍惜现在健康的身体。走，咱们回西院。铁蛋儿是沈飞给小福宝找的伙伴，也是预备的护卫。白日的时候待在荣王府，晚上的时候会送他回李家。柿子，咱们不玩了吗？去西院看看。我给你找了师傅，以后你就和他习武。铁蛋儿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他来王府之前，二妮儿就叮嘱过他了，让他一切都听世子的命令。好。于是2个小孩手拉手往西院跑去。小叶子坐在秋千上，看到小福宝跑了，又觉得夺过来的秋千不香了。哥，走，找他。哎，大小姐，世子回西院了，咱们不去打扰他，好不好？小叶子也知道的，西院是哥哥独自的地盘，只要哥哥不同意，他根本进不去西院。小叶子不开心了，撅着嘴巴生气。哎，咱们去找2小姐啊，去找她玩，怎么样？小叶子想到花花弄的那些木匣子，狡黠一笑。好，去找二妹。主院内室，沈飞正在玩3胞胎。3胞胎现在已经5个多月了，都是肉乎乎的，如今也都学会了翻身。沈飞见他们像个乌龟一样的蹬腿儿，也是有意思的很。3个奶娘见到沈飞这么对待3胞胎，也不敢言语，都是乖巧的站在一边。陈奶妈最开始心疼小老二，还想反驳沈飞，但是被李嬷嬷训斥几次之后，也不敢开口了。嬷嬷，给4嫂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邓王妃一家在2个月前就离开了长安城，沈飞和唐志玲还都极力挽留了一番，但是邓王妃和楚静怀慌忙给拒绝了，也是极力婉拒了沈飞2口子的好主意。邓王妃现在算是沈飞的好闺蜜了，沈飞在大禹朝终于是找到了第1个好朋友，因此在接到邓王妃怀孕的消息之后，沈飞就给邓王妃准备了一些好东西，最多的就是补品，适合孕妇吃的东西。王妃都准备全了。那就好，派人立即给单州送去。是。这时候就听到外面的人禀报，王妃，北境王府的小公子们全都来了。8个全都来了？是的，王妃，北境王府的下人说什么了？吞吞吐吐的。北境王府的人交代，这是北境王的命令，说是送小公子和小姐来荣王府和王妃培养感情，让他们从小和王妃亲近一些，还交代要是王妃喜欢几个弟妹，还什么？还可以住几天。还住几天？他自己家就这么多孩子呢，现在又送来了8个，他是疯了才会留下他们过夜，他恨不得现在立即把人打包给送回去。把人送到游乐场，把小福宝和花花他们叫出来，让他们去陪几个小舅舅和小姨母玩。是。李嬷嬷，你吩咐一下，让王府的下人都精心一些，好好照顾那几个。是，老奴亲自去交代。好，去吧。这时候彩霞又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王妃，宫中的4皇子和4公主来了。沈飞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得了，他这儿成了娃娃军团了，最大的就是4岁的小福宝了，剩下的都是3岁2岁的小娃娃。皇子和公主来了，不敢怠慢，于是沈飞吩咐道：陈奶娘，你们抱着3胞胎和我一起去游乐场吧。沈飞这一刻突然觉得这儿童游乐场建得有些多余啊，
按照现在的速度，来他家的孩子只会越来越多。沈飞刚出院子，就听到了哇哇的大哭声。沈飞一听就知道是谁了。走，先去看看小叶子为什么哭了。花花和小叶子都在主院，但房间距离正屋有些远。沈飞刚走过去，小叶子见到沈飞来了，立即告状：娘，妹妹打我！你还有脸告状？我的盆子都是你打翻的！花花指着木头盆子，那上面都已经长出了绿色的小苗苗，现在一个个的都断了。沈飞一见立即就明白了，他可知道花花多宝贝这些小苗苗，这都是从空间实验室里拿出来的种子，都是师姐从前研究好几年的成果。小叶子，你说是不是你打翻的？娘，我不是故意的。哼，你就是故意的！屋子里这么多能玩的，你偏偏来掐我的幼苗。小叶子疑惑地看着小幼苗，草，都是草。花花像是个小茶壶一样，气呼呼地掐着腰看着沈飞，一副你看着办吧的样子。花花，小叶子啥都不懂，你就让着他点好不好？花花气呼呼地把头扭过去，就看到了幸灾乐祸的小老二。小老二才5个月，但现在看戏的表情意味十足。花花白了小老二一眼，扭过头伸手拉住小叶子的手。哼，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不要来我的房间，明白吗？好，听妹妹的，记住你的保证。哼！花花可是忘了，小叶子哪有那个记性啊？嘴里答应的顺溜，做不做那可是两回事了。好了，走吧，去游乐场。四皇子和四公主来了，还有你小舅舅们也来了。太好了，去游乐场。花花则是小心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花盆，想到那么多小孩，头疼得很。我不去了。沈飞看到花花心疼地看着花盆，立即吩咐道：李嬷嬷，单独拿出一个院子放二小姐的这些植物，没有她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去，明白吗？哎，好的，王妃，老奴记得了。花花听到沈飞这么说，终于是满意了。现在可以去了吧？走吧，去看看那些小屁孩。沈飞笑了笑，于是带着自己生的5个孩子一起去了游乐场。此时荣王府的游乐场还真是来了不少人，孩子不少，但是下人更多，黑压压的都是丫鬟和老嬷嬷。小福宝被请过来的时候也是抽了抽嘴角，怎么都来呢？四公主早就好奇荣王妃的小郡主了，而且她母妃张婕妤已经交代过她了，让她和2个小郡主好好玩，不要有公主的架子。张婕妤在后宫并不受宠，所以她也交代四公主，必要的时候要让着点荣王府的2个小郡主。四公主在皇宫里并没有玩伴，还是皇上下令让她出宫陪妹妹玩，她才能出来的。四公主立即噔噔的就跑了过来。那啥，前面啊，这是花花，这个是小叶子，你们要好好玩呀。四公主乖巧点头，于是主动伸出手握住了花花和小叶子的手。小叶子看到比她高一点的四公主，摇晃了一下小胳膊。姐姐，你由我来，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四公主看了花花一眼，见她表情淡淡的，觉得还是小叶子好相处，就松开了花花的手，和小叶子一起走开了。四皇子见到四公主，毫不犹豫的就抛弃了她，瘪了瘪嘴巴。他四处看了看，终于看到了小福宝。四皇子去了万贤妃那里，已经逐渐的适应那边的生活，但他没有忘记他的娘亲在冷宫里。他想到皇上对他的交代，让他好好的陪着小福宝玩，嘴角就紧紧的抿在一起。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太监，还是向小福宝走了过来。福宝哥哥，你是宫中的四皇子啊？哦，福宝哥哥，父皇让我来陪你玩。小福宝抽了抽嘴角，他有那么闲吗？一天天的都想让他看孩子。小福宝看了四皇子一眼，目光一顿，这老大是怎么养的孩子？四皇子眼神中的不安还有不甘心的那个劲儿，一下子就被小福宝给捕捉到了。哎，罢了，这也是个有心结的孩子，看来得慢慢的哄着啦。好，那就一起玩吧。于是2个小孩就这么跑远了。沈飞带着3胞胎来到了凉亭那边。此时北京王府的8个才满1岁的小孩正在凉席上乱爬着。
还好凉席四周都被围了起来，否则真是抓都抓不住。把三胞胎放里面吧，让他们好好的陪着小舅舅们玩。奶娘们不敢迟疑，于是把三胞胎都放了进去。沈飞坐在躺椅上，盯着北京王府的小娃娃。还别说，真有个小孩，那小脸儿和他有些像。这个是老几啊？回大小姐，这个是咱们三公子陈毅少爷，他和竹心小姐是龙凤胎呢。老三是不是更受宠一些？是呢，我们太王妃最喜欢的就是陈毅少爷。沈飞轻轻地哦了一声，就没有下文了。沈飞看着那小孩的脸，哼，能不喜欢吗？这孩子是最像老王妃的孩子了。沈飞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最不满意的就是现在的长相了。这时候，远处又传来了哭声，这次不是小叶子的。沈飞顺着视线看过去，就看到小叶子手中拿着一个绿色的大青虫，呲着牙追着四公主。很快，小叶子就来到了沈飞身前。娘，你看，好玩呢。小叶子，你不要过来！还有，赶紧把这个虫子给扔了。小叶子疑惑的站定，好奇的看了一眼虫子，不明白娘亲为什么害怕。李嬷嬷，快去让小叶子把虫子给扔了！哎，王妃放心，奴婢记住了。李嬷嬷尽力憋住笑意，走到小叶子身边，想把虫子拿下来。谁知小叶子一个暴力，虫子就被他捏碎了。四公主看到蹦出来的绿色液体，吓得哇哇大哭。花花则是一言难尽地看着小叶子，无奈地摇摇头。趴在凉席上的小老二看到小叶子的眼神却是亮晶晶的。四公主的奶娘见状，急忙来到四公主身边哄着她。可是四公主哭得厉害，我要找武妃，没有办法，奶娘只能带着四公主回宫了。四皇子是和四公主一起出来的，见四公主回去，他也不想和小福宝一起玩了，所以宫中这俩小孩就这么回去了。北京王府的老嬷嬷见到小叶子这样，害怕他也拿虫子吓唬自家小主子，于是没有待多久，也赶紧带着王府的孩子离开了。沈飞没想到小叶子还有这个作用，本来想奖励这小丫头一个亲亲的，可是想到她那肉乎乎的小手沾满了虫子的浆液，就恶寒不已。方奶妈，小叶子的手你要帮她多洗几遍，明白吗？王妃放心，奴婢记住了。沈飞见到方奶妈毫不嫌弃给小叶子收拾，还拿出帕子给小叶子擦手，满意的点了点头。晚上，唐之玲下职回来，照例是先去沐浴，然后才去看三胞胎。沈飞知道唐之玲回来了，也跟着去了三胞胎的房间。你今天回来的还挺早呀。是啊，老三的儿子回京了，老贾又被叫走了，我和朱鹏坤就偷偷溜回来了。沈飞也不在意唐之玲的早退，毕竟唐之玲就是个关系户，多待2小时那也创造不出多大价值。他好奇的是益州王府的小世子这次回来能带回什么消息。毕竟益州王被关押好几个月了，还没有个定论，朝臣和百姓也都有了猜测，更有一些风声传出来，说皇上是在等楚玉红的消息。怎么样，你见到楚玉红了吗？没有，但是听说那小子是很厉害，这次也是立了功，估计老三死不了了。益州王袭击你们的事，你不计较了？虽然有点气愤被人当了靶子，但那事儿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的直觉很对，是老三的谋士苏先生捣的鬼。这次皇上派去益州的兵马，把老三藏的私兵和武器都收缴了。那些人中确实是查出了不少逆贼，这些呀都是楚玉红救出来的。他才9岁的年纪就能如此聪慧果决，也是难得呀。只要来见过益州王的将领啊，楚玉红都记个清楚。哪些人又和苏先生有牵扯，那小孩都清楚得很呢。这么厉害？是呀，真是比不了啊。我8、9岁的时候还只知道疯玩呢，可没他这份心机。哎，你也有你的长处。什么？至少你长得好看，我就喜欢你这张脸。你要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妥妥的能当大明星。哎呀，你呀就是生错时代了。真的吗？啊，骗你干什么？三胞胎百无聊赖地躺在摇篮里，老三和老四在奋力地啃脚脚，老二正听得津津有味，
谁知道这俩人说着说着就开始歪楼了。他还想听那个厉害的小孩后来怎么样了呢？谁知道就看到便宜老爹耳朵都红了。小老二挥了一下小手，想要赶走空气中恋爱的粉红泡泡。哎，师妹还是不改喜欢美男的喜好啊。不过那丫头的命还挺好的，至少这辈子的老爹外貌绝对是拿得出手，真的比现在的明星都有看头。沈飞和唐志玲打闹一阵才想起来，哎，唐志玲，你说咱们是不是要给三胞胎起名字了？总不能一直老二老三的叫吧？小老二又被吸引了注意力，他早就想抗议了，就是他还不会说话，抗议无效。花花和小叶子的大名也没有，都是小名。还有小福宝的大名也没有呢。哦，小福宝有皇上赐名了，叫楚浩荣。我怎么觉得你的荣亲王就是根据小福宝的名字来的呢？我猜也是。皇上确实是喜欢小福宝，小福宝中间的字是按照皇子的名字起的呢。唉，看来三胞胎的名字中间那个字儿得是玉了。三胞胎的名字我得好好想一想，得选个好听的字。行，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花花和小叶子的大名交给我了。那行啊，看咱们俩谁起的好听。两人相视一笑。西院的小福宝听到了主院的消息，撇了撇小嘴。他真的不抱多大希望。想到楚玉红回京了，小福宝的心又提了起来，不知道皇上会怎么处置老三了。本来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老三死就死了。可是他现在又希望皇上能饶他一命，就算圈禁也是好的。齐慧，派人盯着点宫里，有益州王判决的消息，尽快报给我。是，世子。小福宝没想到，他刚想探听益州王的消息，就被皇上请到了皇宫里。皇上派人来了荣王府，深夜请小福宝过去的。沈飞和唐志玲这两人根本不知道这消息。这是小福宝身体康复之后第一次进皇宫。皇上因为心虚，这段时间根本不敢见小福宝。小福宝进了飞霜殿，皇上晚上并没有翻任何美人的牌子，而是焦虑地等着小福宝。小福宝走进来的时候，皇上看到他长高了一些，还有些诧异。长高了，不错。哼，终于有勇气见我呢。小福宝也没有生皇上的气，他也不想过多干涉皇上的判断，只要不颠覆江山，皇上怎么做都没关系。在他的意识里，就算是做错了，那也是对的。皇上就是要说一不二，天下之主，魄力一定是要有的。皇上尴尬地看了小福宝一眼，转移话题道：四皇子怎么样啊？有他陪你好不好？礼部说，我还想找你嘞。小四的孩子早会，怕是还记得他娘呢。怎会？他那么小。你到底有没有脑子？为什么老是在小四的面前说我的好话？你是小四的父亲，你总是在他面前提我干什么？朕就是想让他多陪你，你也有个玩伴。我是小孩子吗？啊，我是吗？我还需要他陪我？皇上看到还没有桌子高的小福宝，很想点头，但是他不敢开口。老大，你以前也有心结，整日提心吊胆，担心朕废了你，换老三上台。每次只要朕夸一下老三，你明面无反应，内心也酸得不得了了吧？可是现在呢？你还想你的儿子再感受一下你当年的遭遇？小四那孩子很敏感，你是他父亲，你是怎么做的啊？皇上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看着地上来回走动气呼呼的小人儿。我告诉你，以后少做那些没用的，更不要表现的对我的器重。我告诉你，不需要。小福宝觉得李修缘之所以对娘亲动手，就是因为嫉妒。后宫那些女人嫉妒的心理，他再清楚不过了。我可不想当成活靶子，也不想你后宫的那些女人把目光都盯在荣王府的身上，再做出什么没脑子的事。还有，你的孩子就自己好好养着，不要往我身上凑，我每天也忙得很。皇上可不信，他知道小福宝每天玩的都很精彩的，担心他玩伴太少，才把四皇子送过去的。是，朕以后会注意。小福宝说了好一会儿，口有些渴了，于是自己爬上了梯子，想倒一杯茶水。朕来给你倒，
你坐下消消气。给我倒一杯吧。于是皇上笨拙地给小福宝倒茶，又小心地叮嘱道：慢慢喝，小心烫。有点烫。朕给你吹一吹。好。于是大禹朝最尊贵的皇上狗腿地给小福宝服务。让冯宝送点糕点进来，要甜的。好，冯宝，快去拿一些糯米糍和桂花糕上来，还有御厨新研制的糕点也都送上来。冯宝听到吩咐，急忙带着小太监离开了。小福宝喝了茶水，才淡然地问道：老三那里，你打算怎么做？皇上心里咯噔一下，但想到小福宝刚才已经发过火了，应该不会太生气，于是小心翼翼道：朕想把老三一家贬为庶民。皇上说完这话之后，小心地看着小福宝的脸色，就怕他不同意。老三是个不安分的，留他一命可以，但是必须幽禁起来，就留在京城吧，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翻不出浪花。皇上心中喜悦，这还真是大好事，就是不能和老三显摆，不能告诉老三小福宝的真实身份，否则老三一定能气吐血。哈哈。老三的儿子红儿是个有本事的孩子。那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要是你觉得可以用，就好好培养，要是你觉得不妥，给口吃的就行。皇上还以为小福宝会心软，没想到他比自己还心狠。朕觉得红儿是个可造之才，朕会精心培养。小福宝再次听到皇上夸楚玉红，心中警铃大作，同时心中也是可惜，这要是生在老大家该有多好。可是老三家那就难办了，老大从前那是恨不得杀了老三吃肉的，现在倒是3番2次夸奖，可见那孩子对付人心是有一套的。先压几年吧。看到皇上吃惊的眼神，小福宝没好气的提醒：他做的事我都听说呢，你说他和太子2人谁更厉害？皇上也想起了其中的关键，太子可没有红儿这份聪慧呀。你呀，长点心吧。小福宝教训了一顿皇上，真是浑身舒爽。他捏着小嗓子继续开口：到时候你下一道圣旨，把老三一家贬为庶民，地点就选择郊外那块，正好让老三给我养马。皇上还以为圈禁也是要选个大宅子，好吃好喝的养活着呢，没想到小福宝这么狠，竟然让老三去养马。不过这个结果皇上是满意的，老三只要是在小福宝的眼皮子底下，绝对翻不出浪花。老三会不会不愿意呀？那可由不得他。好。小福宝想到去年因为耽搁把建造牧场的事情就搁置了，于是又开口道：你抽时间把城外的牧场要建造起来，现在这个时节正好，我希望马场尽快有马匹和牛羊进来。马和牛好弄，就是宅子建成还需要些时间。不用什么华丽的宅子，先建造几处平房，让老三一家居住。好。皇上想到益州王要遭的罪，就心情美妙。今晚我就留下吧，明早再送我回家。皇上听到之后没有反对，欣然答应了。于是小福宝吃完点心，人就直接睡在了飞霜殿。皇上第一次和小福宝同睡，还有点小期待，毕竟他小的时候哪有机会和先皇同睡，父子俩好好说话的时候都很少，先皇就是抱都没有抱过他。皇上想到过往就很遗憾。现在晚上搂着小福宝热乎乎的小身子，特别是感受他均匀的呼吸声，皇上都特别的安心。天刚微微亮，皇上就起身去准备早朝了。小福宝还没有醒。等荣世子醒了，要是想出宫，就派人送他回荣王府。凤宝，让王九亲自送他，不能出任何差错。冯宝低头称是。到了清晨，小福宝终于是醒了。什么时辰呢？回世子，已经辰时了。小福宝想了想沈妃睡醒的时间，大概都是4时，松了一口气。快送我出宫！小宫女不明白小福宝为什么这么着急，但也不敢耽搁，于是快速的给小福宝穿衣服。
只是小福宝漏算了一条，沈飞今天没睡懒觉，现在整个荣王府都动起来了，因为小世子不见了。唐之灵和沈飞两人满头是汗，焦急得不得了。唐之灵今天都没有去圣职。小福宝被徐慧抱着进了荣王府，立即就被禀报到了前厅。唐之灵和沈飞听到之后，快速的就跑了出去。小福宝，你小子昨晚是不是没在府中？干嘛去了？仔仔，你说到哪里去了？小福宝现在很后悔，不应该在皇宫中留宿。娘亲，唐之灵，把他放下来。唐之灵把小福宝放在地上，让他站好。小福宝乖乖站好，眼巴巴地看着沈飞。他还想在沈飞面前当崽崽，当好儿子。沈飞是真的吓坏了，这么小就知道偷跑，还不告诉大人，那以后怎么得了？把手伸出来，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一顿。看到小福宝不动，又吼道：快伸出来！小福宝把双手都伸了出来，可怜巴巴地看着沈飞。娘亲。沈飞不为所动，伸出鸡毛掸子就啪啪两下打在了小福宝的手上。小福宝没想到沈飞是真打，而且手上火辣辣的，于是也忍不住了，眼泪就这么夺眶而出。沈飞没有心软。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不能随意出府？还有，出去了是不是要和娘报备？娘说了。沈飞想再打一下，见到小福宝哭了，终究是忍住没继续打。记住没？记住了。那好，现在说说你昨晚上去了哪里？这时候宫中太监王九站出来，回禀王妃娘娘，荣世子昨夜被皇上留在宫中了。沈飞听到王九这么说，心情并不好，同时也很好奇，皇上怎么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为什么总要见小福宝？仔仔，抬起头来。娘。仔仔，你倒是说说，皇上找你一个小毛孩子干什么？可能是皇伯父想我呢。哦，真的？沈飞目光紧紧地盯着小福宝。真的。哦，是这样吗？我还以为你和皇上前世是认识的呢，这么亲。小福宝的心咚的一下乱跳了一拍，娘亲不可能知道，一定是吓唬自己的。小福宝装作懵逼的样子看着沈飞，一脸无辜。娘，我听说你长得很像你的皇爷爷呢。王九疑惑地看着沈飞，讨巧地笑道：世子确实和先帝很像，皇上因为这个原因格外的喜欢荣世子呢。沈飞的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现象可不好。还有，总拿小福宝和先帝相比较，对小福宝可没半点好处。沈飞意识到这个小太监是个外人，要收拾小福宝也要回后院，于是笑道：有劳公公送小福宝回来，李嬷嬷给这位公公看赏。是。等外人都走了，沈飞和唐之灵两人才把小福宝带到了内室，开始审问起来。仔仔，你也老实交代，是皇上宣你进宫的，还是你自己想去的？小福宝看了唐之灵一眼，又见沈飞也瞪着他，算了，皇上召见的。唐之灵是害怕皇上的，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敢造次。他看了沈飞一眼，示意他来。小福宝，你是荣王府的世子，咱们是一家人，就算皇上是你的皇伯父，那也是外人，你不能里外不分。还有，你现在还小，根本不懂宫中的尔虞我诈，也不懂那皇位的血腥。皇上这么恩宠你，并不是好事。仔仔，你还小，你不懂，一味的恩宠有的时候是砒霜，是毒药，更可能是一把刀。你不是皇子，就算你和皇子一样被赐名楚浩荣，但你顶天是个王爷，当不了皇上。但是皇上的儿子不会这么想，他们只要是盯着那位子的人，或许就会针对你，把你当作假想敌的。仔仔，娘希望你能活得平平安安的。娘，我明白的。小福宝没想到沈飞会想得这么透彻，而且想法和自己大差不差。娘，我以后不会呢，我去哪里都和你说，好不好？乖。娘刚才打疼你了吗？不疼呢。娘，皇上答应建造牧场呢，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多养一些牛马，以后牛肉咱们就可以随意吃啦。
沈飞想到小福宝还记得这件事，感动得不得了。仔仔，你可真是娘的好大儿啊！唐之灵见到话题逐渐被带偏，也是无奈得很。他知道自己问小福宝绝对问不出话来，于是他也不在家待着了。他打算去皇城看看皇上下了什么圣旨，大概就能猜出来。皇上偷偷召见小福宝已经不是1次2次了，而且凑巧的都是过后肯定有大动作。唐之灵想要印证自己的猜测，于是不管娘俩的腻歪，大踏步的离开荣王府。小福宝见到唐之灵离开，眯了眯眼睛，这俩人越来越不好骗了，他以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哎，这日子过得也是心惊胆战的。小福宝回到戏院的时候，竟然发现花花和小叶子都在戏院的门口，两人没有被放进去，所以就在门口等着小福宝。哥哥，你去哪？你昨天半夜出去啦？去皇宫玩啦。那你以后再出去也要告诉他，否则府中的人都跟着担心你。哥哥，皇宫好玩吗？不好玩。你骗人，你都去了，一定好玩。哥哥，以后带着我呗。小福宝也没觉得烦，有一搭没一搭的哄着妹妹们。小福宝在家挨揍的消息在皇上下朝之后就被禀报给了皇上，皇上这心情就有些怪异。突然间皇上觉得不知道那层关系好像更占优势呢，就像现在他面对小福宝的时候无形中就矮了一截，于是淡淡的开口询问：是荣亲王打的还是荣王妃啊？回皇上，是荣王妃打的，鸡毛掸子打的手心，奴才瞧着小世子的手心都红了呢。这么严重？荣世子怎么样？有没有反抗？没有，小世子哭了，但反而更依赖荣王妃，想要王妃原谅他。这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啊。礼部，今天朝会上都说什么了？知道消息不？这你可就问对人了。皇上颁布了圣旨，益州王一家被贬为庶民了。啊，真的？千真万确。不仅如此，益州王还被幽禁起来。至于益州王家的孩子，则是可以出来活动。唐之灵印证了自己的猜测，皇上果然有了大动作。益州王的事情悬了这么久，终于是有定论了。这事儿和自家仔仔有没有关系？唐之灵不敢肯定，觉得还是晚上回家和沈飞好好的商量一下。监牢内，益州王跪着接了皇上的圣旨，听到皇上留了他一命，贬为庶民的时候，益州王楚敬宗有些不屑。哼，老大永远这么假仁假义。楚敬宗，接旨吧。楚敬宗现在成了庶民，所以宣旨太监也不必尊称他为王爷了。对着宣旨太监拱了拱手，就想离开监牢。楚敬宗，请留步。还有什么事？本王都被贬为庶民了，还不能离开？皇上吩咐了，以后啊，你就留在城外的马场给荣世子养马，不得出马场半步。楚敬宗黝黑的脸上表情都皲裂了。老大还是那么不做人，这么馊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好，真是好得很呀。沈飞和唐之灵两人商量给5个孩子起名字，两人都想了好几天了。唐之灵上职的时候都在想，也拿着笔写画画的，让礼部的官员好一阵惊奇，还以为这荣亲王是转性了，以为他羞愧于当草包，开始奋发向上要去读书了呢。礼部尚书贾老头背着手溜溜达达的来到了主客司，已经站在唐之灵身后好久了，唐之灵都没发现。贾老头轻咳一声，唐之灵这才意识到身后有人，回头看到是贾尚书也站了起来，两人互相见礼。贾尚书。荣亲王。唐之灵对贾尚书还是很客气的，并不会自视身份压人，因为在礼部贾尚书是最大的嘛。贾尚书仔细地看着唐之灵的字，还算勉强，将就，大概能看。横字不错，与行顺趋，持之以恒。荀字健康平安，循属可贵。唐之灵听到贾尚书这么一说，眼睛一亮，他找了好些字，但是说不出好的典故，这样怎么能在沈飞面前说出名字的含义？那只能落于下风了。谁料贾尚书只看了一眼就能说出名字的含义，听着都很不错。
贾大人，来这边坐，你再帮我看看这几个字哪个好写呀？哦，既然荣亲王看得起我，我就帮你再选选。贾大人，您看看这个字。冉字不妥，宁字也不妥。洛神仙女宁静致远，适合女子。义字也不错，年少有为，神采奕奕。那就选恒、荀、义这3个字。贾尚书捋着胡子，能给荣王府的小公子选名字也是很荣幸的事。小老头也笑眯眯的。贾尚书想起小福宝的年纪，开口道：荣世子今年也已经4岁了吧？10岁4岁了。4岁也不小了，已经启蒙了吧？贾大人，府中的小公子都是几岁启蒙的？我们贾家男孩3岁就开始启蒙了，如今同世子同岁的孩童，《三字经》、百家姓、古诗都是可背诵了。唐之灵傻眼了，竟然3岁都开始了，那小福宝岂不是输了一大截？不行，绝对不行！唐之灵想到整日在家疯玩的小福宝，紧迫感油然而生。贾尚书看到唐之灵一脸蒙圈的样子，就猜到了。可是府中还没有给小世子启蒙啊。还不曾。是没有合适的先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唐之灵尴尬了，他挠了挠脑袋，他能说他忘了吗？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上学这回事儿。贾尚书见到唐之灵涨红了脸，不再追问原因。荣亲王要是不嫌弃，可以把世子送到我们贾家的学堂。小孩子学习自己一个人学是很枯燥的，还是要有同龄孩童比着学，那样进步更快。好，我回去问问小福宝的意思，看他想不想去。贾尚书点了点头，然后背着手溜溜达达地离开了主客司。荣王府，此时沈妃正在接待曾经的益州王陆海兰。楚敬宗虽然是庶民了，但按照血缘上还是唐之灵的3哥，还都是亲戚。益州王府只有楚敬宗的行动受限，不能轻易出来，但是王妃和楚玉红兄弟俩的行动是不受限制的。沈妃和陆海兰短暂的寒暄几句，气氛就有些凝滞。毕竟两人都不熟，才第一次见。沈妃就算有些话痨的属性，但那也要是和熟悉的人才行啊。可是面对如此柔弱的陆海兰，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陆海兰也是尴尬，她今日会亲自登门，也是知道他们一家居住的地方正是荣王府的马场，以后他们一家可以算是在荣王府讨生活了。陆海兰曾经可是王妃呢，现在多多少少有些尴尬。可是他们一家成了庶民，这脸面就不能要了，该主动的时候就要主动。沈妃忍不住这尴尬的气氛了，终于开口：三嫂，你近日来是有什么事？陆海兰听到沈妃叫她三嫂，高兴地擦了擦眼角。荣王府还认她这人就好。乐弟们，真高兴你还认我们这门亲戚。沈妃呵呵地尬笑2声，腹诽道：哼，不认怎么办？你都上门了。三嫂说的是哪里话？虽然咱们从前不熟悉，但以后都在长安城，也就熟了。六弟妹说的对，我们如今住在六弟妹的马场里，我们王爷，我们家爷在给弟妹养马，我们一家都要靠着弟妹生活了。沈妃一头黑线，她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啊？三嫂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大明白。沈妃糊涂了，益州王可是个刺头，他怎么敢让那人给他养马？再说了，自从小福宝去年去霄云观出事，那马场又在宝华山的脚下，沈妃就觉得那边不太吉利，所以他自那之后就没去看过。现在听说益州王一家去了城外马场，真是吓了一跳。啊，六弟妹不知道吗？知道什么？我们一家如今就在马场生活，算是给弟妹做事了。陆海兰说出这话的时候也是羞赧的，但想到长子说的，如今他们一家能保住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养马又怎么样呢？活着比什么都强。陆海兰尴尬，
沈妃更尴尬，她现在已经把皇上骂了无数遍，这皇上不做人呢，竟然把烫手的山芋推给自己家，想要收拾益州王哪儿不行，干嘛要推给荣王府啊？难道是看他日子过得太舒爽了？沈妃觉得马场那边得多派些人手看着，谁知道益州王暗中有没有藏起来的人马？还有益州王本人就是个会武的。沈妃这边紧张兮兮的，完全不知道益州王这个大麻烦就是他的好大儿亲自要过来的。此时西院内，小福宝正背着个小手转悠的看着几个小孩，最大的是9岁的楚玉红，剩下的是嫡出4岁的楚玉泽，庶出6岁的楚玉熙，女孩还有庶出7岁的楚月彤和5岁的楚月山，他们今日都跟着陆海兰一起来的荣王府。楚玉红一低头就能看到比他矮不少的小福宝，他现在也知道了，皇上最疼的孩子不是几个皇子，而是荣王府的小世子。他早就对小福宝好奇了，只是从前没有机会见到。现在见到小福宝之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小福宝长得很可爱。可是哪个小孩子不可爱？他不相信皇上会无缘无故的对小福宝另眼相待，这里面或许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有太子哥哥也很喜欢小福宝，一点也不嫉妒或是忌惮。这些原因综合起来，更让楚玉红好奇了，所以看小福宝的眼神都带着探究。福宝弟弟，我这次来还给你送了个礼物。小福宝见到笑得和善又有些讨好的楚玉红，心里有些惋惜。这孩子的能耐他是听说了的，可是他真的不能太出色。哦，是什么？那东西长得很可爱，又好养活，在我们益州山上就有，我这次回来特意给你带的。小福宝好奇了，他什么没见过？哎，在哪里？听着好像还是个动物啊。哦，是。小叶子正好奇地看着两个大姐姐，现在听到有小动物也兴奋了，她喜欢动物。哥哥，是什么？小叶子也想看。那好，现在就过去看看。于是几个小孩子就去了王府花园。几个人刚走近，花花就听到了奇怪的叫声，小叶子兴奋了。快把帘子掀开！下人们听到主子的吩咐，急忙把布帘子揭开，露出了一个铁笼子。于是众人就见到了一个圆乎乎的小东西，奶萌奶萌的。福宝弟弟，这是石铁兽，他现在还是个幼崽。花花看着铁笼子里的大熊猫，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我操，这是国宝呀！花花一整个呆愣住了。小福宝还以为花花是吓着了，走上前主动牵着花花的小手。这东西好玩。小叶子也想距离熊猫更近一些，就往铁笼子那边靠近，一把被楚玉红给抱了起来。小叶子，不要靠近，这石铁兽有些凶，虽然这只是幼年的，还要慢慢驯化才行。它可爱，小叶子要和它玩。小福宝见到楚玉红还知道担心小叶子的安全，心里满意了。学会派个人专门照顾这东西，不能让小叶子靠近了。是。于是几个小孩子就围在笼子外面，看着小小的石铁兽。很快主院的沈妃就听到了下人的禀报。王妃，洪少爷送了一只石铁兽幼崽，就在花园里，非常可爱。什么？石铁兽？是。六弟妹，石铁兽虽然名字吓人，但外形真的可爱，而且也非常好养活。红儿送来的是幼崽，不会伤人的。沈妃哪里是担心呢，她是兴奋呀。石铁兽就是大熊猫，可是国宝呢。每年动物馆靠着熊猫可都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想到钱，沈妃的眼睛一亮，她又有了新的赚钱思路。走，三嫂，咱们也去看看。好。于是沈妃和陆海兰两人带着仆人浩浩荡荡地往花园走去。几个小孩见到大人过来，纷纷站在一边。侄儿楚玉红见过六婶。见过六婶。好孩子，来到了荣王府，就像是自己家一样，不用拘束。六婶，咱们是自家亲戚，我是不会客气的，以后我还会时常找福宝弟弟玩的。小福宝听到楚玉红这么说，没有反对，他也想多多接触这个孩子。只要你不嫌弃小福宝小就好。婶娘，福宝弟弟很聪慧，我觉得和他交谈就像和我同龄的人一样。沈妃没有注意到楚玉红称呼的变化，从六婶过渡到了沈娘。
沈娘也是娘，当然更亲切。是呢，你和小福宝都是聪慧的小孩。小福宝皱着小眉头来到沈飞身边，叫六婶，不许叫沈娘。小福宝的话让楚玉红一愣，看到小福宝一副不能抢我娘的小表情，楚玉红明白了，小福宝还是个小孩子，就像泽弟一样，会和他抢娘的关爱。好，我以后会记住的。沈飞的眉头一挑，楚玉红这份忍气的本事，一般的孩子是做不到的，更何况他从前也是天之骄子，益州王府的世子，现在竟然能屈能伸到这个地步，假以时日，长大以后必是可造之才。陆海兰见到长子这样，眼角又有些湿润，他的红儿以后都需要这么小心翼翼地讨好人了吗？陆海兰有片刻的迷茫，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这时候楚玉红已经热情洋溢地和沈飞介绍起熊猫来。沈飞当然认识熊猫，可能比楚玉红更了解，但他现在装作不认识一样，听着楚玉红介绍，不想打击这个少年的自信心。六婶，史铁兽现在还需要喝奶，可以买一些牛奶给他喝，他的主食是竹子或竹笋，除此之外，胡萝卜和苹果也可以的。沈飞点了点头，看着软萌的熊猫吩咐道：把笼子打开，放出来看看。六婶，还不行，史铁兽有野性，它虽然年幼，但爪子也很厉害，要是抓伤您就不好了。沈飞想起来，这不是后世在动物园的熊猫，是野生的熊猫，是可以和老虎打架的那种物种，否则也不会有史铁兽的名字。好，那就不放出来。沈飞对于楚玉红送来的礼物非常喜欢，于是也热情地招待了陆海兰和几个孩子。在他们走的时候，又给了几个孩子一些礼物当做见面礼。除了布匹之外，男孩送了文房四宝，女孩则是一些珠钗首饰。陆海兰是满载而归的回到了城外的马场。楚敬宗黑着个脸看着陆海兰几人下了马车。哼，还知道回来，本王还以为你们忘了回来的路呢。爷，我回来晚了，六弟妹热情招待，我们就多待了一会儿。哼，我还以为你看荣王府富贵，舍不得回来了呢。娘，你先带着弟弟妹妹们回去。好，红儿，你和你父亲好好解释一下。说完就拉着几个孩子离开了。楚敬宗目光深沉地看着楚玉红，冷笑道：哼，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都能做我的主了。楚敬宗刚从监牢出来的时候还没多在意，就算被贬为庶民又如何，只要他不死，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他暗中可是藏了些人马的，只要他麻痹了皇上，让他大意，然后再找准机会暗中联系旧部，不愁没机会。所以那时候他知道以后要给荣王府养马，他也不在意，只当是卧薪尝胆。可是事实不是他想的那样，他的好儿子竟然把他暗中的势力都告诉了皇上。楚敬宗每想到这里，他就气得不行。楚玉红，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竟然帮着外人来算计我。父亲，你以为没有我献出的兵马，皇上会留下我们一家的性命吗？你……楚敬宗语塞，他知道大儿子说的对，但他就是气愤。就算你要交出去，也不能全都交出去，一点都不剩呀。你就这么肯定皇上不会卸磨杀驴？你难道就这么信任他？况且留些人手，到时候……父亲，黄伯父已经是皇上了，你不要把他当成曾经的皇子来看。儿子知道您自来都觉得黄伯父比不上你，可是黄伯父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是嫡子又是长子。哼，他要不是占着个嫡长子的名分，太子之位还轮得到他身上？论起文治武功，老大哪里是我的对手？楚玉红都无语了，他每次见到父亲这么盲目自信，都想自戳双目。心思这么直白，还幻想那至高无上的位子，痴人说梦。楚玉红有时候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父亲的亲儿子。红儿，皇上就是仗着有个好母亲，要不是皇太后和太后娘家的帮扶，这太子之位说不上是谁的呢。至少你皇爷爷从前就经常夸我，责罚老大更多呢。要不是你皇爷爷突然去世，这皇位说不上是谁做呢。父亲，皇爷爷从来没有想废了大伯，改立你当太子的想法。你胡说什么？
别以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不舍得对你动手。父亲，儿子知道皇爷爷突然去世，让你觉得大伯继位是存在侥幸。哼，老大就是侥幸。父亲，皇爷爷的为人想必您最清楚，在朝堂上说一不二，杀伐果断。他要是真想换太子，轻而易举。我相信，就算有朝臣反对，皇爷爷也有手段收拾得了那些臣子。何况皇爷爷的传位诏书早早就写好了，就算皇爷爷去世的突然，两朝交替，过渡的也是非常顺利。这说明皇爷爷早就安排好了。父亲，您说，您还有机会吗？楚敬宗傻傻地站着，就是揪着楚玉红的衣领都松开了。不对，不对，你胡说！父亲，其实想看出皇爷爷对你和大伯两人谁更适合当太子，很容易的。哦，怎么看？父亲，皇爷爷可是早早就立了太孙，这还不清楚吗？那时候就算大伯有了意外，那么继承皇位的就是太子哥哥，无论怎么轮都轮不到你身上。太孙，太孙，是呀，还有太孙。楚敬宗一时无法接受，他一直觉得先皇是看重他的，只是苦于太子早立，那时候先皇也无力换人。都是皇子，谁不想当皇上呢？他又不是蠢蛋，自然也想坐上那至尊宝座。只是父皇既然没有换太子的心思，为什么要给他希望，让他觉得自己是可以代替太子的人？原来我才是傻子。楚玉红见到父亲这个模样，也有些心疼。他还有个最伤人的话到了唇边，没有说出来，他怕父亲接受不了。父亲只怕是皇爷爷给皇伯父选的磨刀石啊。入夜，暗卫来到了荣王府，并且把整件事情禀报给了小福宝。哦，楚玉红真的这么劝的？是。好，你下去吧，继续盯着点，还有要保护好老三一家的安全。是，属下明白。暗卫离开之后，小福宝抱着一个小抱枕，开始思考楚玉红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了，只有这么个孩子看出了他当初的想法。老大和老三完全不明白他的用心。若是老三有红儿这份才智和聪慧，他或许还真会换了太子的想法。唉，时也，命也。此时主院内，沈飞因为今天得了国宝，一直都很兴奋。唐之灵回来之后，他就叽叽喳喳的和唐之灵说了好久。唐之灵也见过大熊猫，虽然觉得不丑，但实在也没多喜欢，完全不理解沈飞开心的点是什么。沈飞，你就这么开心吗？唐之灵，你知道吗？那是大熊猫呢。大熊猫？这个不是叫小石铁兽吗？石铁兽也太难听了，我给它改了名字，以后都叫大熊猫。行，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就算叫狗熊也行。沈飞见到唐之灵完全理解不了他兴奋的点，觉得两人还是有代沟，还不如和花花一起讨论有意思呢。唐之灵看着沈飞都这时候了还不上床睡觉，于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床铺。上来。沈飞看着唐之灵的好身材还有露出的腹肌，脸一下子就红了。不行，他不能再有孩子了，避孕药和小雨伞都得抓紧研制了。但是沈飞还是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唐之灵见沈飞红着脸蛋还站着不动，皱着眉头。怎么了？快上床啊！沈飞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谁料刚走到床边就被唐之灵直接拉上了床。哎，唐之灵，还不行，我的药还没研究出来。放心，我还有事儿和你说呢，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儿。沈飞尴尬了，瞪了一眼唐之灵，然后愤愤不平地拉起被子，把自己包成了一个蚕蛹。唐之灵见沈飞生气了，直接靠了过来。离我远点！哎，给我一点被子呀！沈飞不搭理唐之灵，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唐之灵没有办法，只好转移话题。哎，沈飞，我的名字选好了，你的呢？沈飞不为所动，根本不接这个台阶。哼！唐之灵只好拿出小福宝说是。贾老头说贾家3岁的孩子都开始启蒙了，小福宝都已经4岁了，也是时候给他正式启蒙了吧。3岁就启蒙了？是啊，我觉得咱们也要重视起来了。我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不能让小福宝长大也被人诟病啊。唐之陵很重视这件事，他们荣王府的世子一定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沈飞在现代算是天才学生，他看了一眼唐之陵，小福宝要是不聪明，完全是对面这人的锅。唐之陵，仔仔要是学习不好，以后被老师责罚，那就是你造成的。哎，孩子是咱们2个人的，怎么都能怪在我身上？就这样，两人还没商量好去哪里找先生，差点因为将来小福宝学习好不好而打起来。就算唐之陵使用美男计也不管用了。沈飞完全不知道，他和唐之陵总是操心些没用的。一日清晨，唐之陵起来之后，看到沈飞还没醒，于是就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喂，今天早点起来。沈飞翻了一个身，不搭理唐之陵。唐之陵一把把沈飞薅了起来。沈飞，我昨晚不是说了吗？咱们要带着小福宝去一趟贾府吗？沈飞一下子精神了，想起来了，唐之陵昨夜说了，贾家有启蒙的学堂，小福宝可以送过去。对，你说的对。彩霞，快伺候我梳洗。唐之陵也不管手忙脚乱的沈飞，出了房门之后，照例最先去了三胞胎的房间。三胞胎已经5个多月了，现在长得肉乎乎的。出生的时候，老3和老4还比老2小一些，现在3个孩子长得差不多大小了。老2吃奶吃的少，很快就被2个弟弟追了上来。唐之陵走近之后，3个奶娘急忙弯腰给唐之陵行礼：“参见王爷。”起来吧。谢王爷。陈奶娘抿了一下耳边的碎发，走得近一些：“王爷，二少爷最近又胖了呢，您瞧瞧。”3个奶娘之中，只有陈奶娘的年纪年轻一些，她不像另外的2个奶娘一样都是生产过几胎的人，她是第1胎。唐之陵凑近小老2仔细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变化，他倒是觉得小老2快被小老3给超越了呢。唐之陵一心都在孩子身上，都没有注意到陈奶娘的身子越靠越近。小老2一早被人给摸醒了，很不高兴，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自家小爹和那个奶妈靠得很近，小嗓子嗷的一声哭了出来。小老2突然哭了，让唐之陵无所适从，他还真不擅长哄孩子。小老2一哭，老3和老4立马也醒了，也开始哇哇大哭。另外2个奶娘立即走上前，把陈奶娘挤开，把老3和老4都抱了起来。陈奶娘瞪了一眼2人，才不甘不愿地把小老2抱起来。小老2见到危机已经解除，于是也收起了眼泪。小老2可以对自己的眼泪收放自如，但是老3和老4就不行了，这2人哭起来可不会轻易的停止。沈飞梳洗打扮好之后，就听到了哭声，于是也走了进来。小鹿奶妈，3胞胎怎么哭了？啊，王妃，是2少爷突然哭了，这3少爷和4少爷就跟着一起哭了。沈飞目光对上陈奶娘，他从前没有多注意她，只是觉得这女人胸大得很，给自己的孩子当奶娘也不错。现在这么一番打量，还是有几分姿色的。沈飞慢慢的走近，来到陈奶娘身边，想把小老2接了过来，但是却闻到了淡淡的香味儿。他目光锐利的扫向陈奶娘：“你擦了什么香？”“回王妃，奴婢这是桂花的香味儿。”沈飞直接把小老2从陈奶娘的怀中接了过去，冷冷的看着陈奶娘：“我不是说过不许带香料吗？”陈奶娘觉得非常委屈，她看了一眼唐之陵，眼泪连连。唐之陵一整个迷糊了，这个胖大婶看他干什么？沈飞也注意到了陈奶娘的眼神，他看唐之陵干什么？沈飞也转过头，怒目看着唐之陵。他看你干什么？唐之陵抽了抽嘴角，他虽然猜测沈飞是吃醋了，可是胖大婶的醋还是免了吧。陈奶娘，你看本王做什么？陈奶娘酝酿起来的眼泪都没了，这荣亲王也是个软骨头。王妃，奴婢真的不是有意的，这桂花香包也是无意间挂上了，请王妃饶了我这一次。沈飞看着跪在地上的陈奶娘，掂了一下小老2的身体，他感觉这小老2这些时日体重都没什么变化，难道小老2也不喜欢这个奶娘？李嬷嬷，李嬷嬷！守在外面的李嬷嬷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王妃，老奴在。李嬷嬷，把陈奶妈送回去吧。陈奶娘没想到王妃就因为她带了香包就要赶她出去。王妃，王妃，饶了奴婢这一次吧，王妃。把人带走吧，结了工钱，今天就送人离开。于是守在门外的婆子就进来把陈奶娘带了出去。
沈飞对于唐之灵的态度非常满意，但他还有个疑问，就是陈奶娘这人看向唐之灵是什么意思？李嬷嬷，你好好的和小鹿奶妈聊聊，看看这些日子陈奶妈有什么异常之处。是，王妃放心。在新的奶娘没有找到之前，你们两人先喂这3胞胎。是王妃。沈飞和唐之灵两人一起出了3胞胎的屋子，沈飞偷偷的掐了唐之灵的腰一把。招蜂引蝶，哼！我不喜欢那样的。沈飞昨晚就有点生气，今早又来了这么一遭，心情不太好，于是也不搭理唐之灵。唐之灵快步的追了上去，两人去的方向是西院，主要是见小福宝。小福宝此时已经穿戴好了，他虽然年纪小，但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正想着去主院呢，就看到沈飞和唐之灵一起进来了。仔仔，娘有个事和你说。什么事啊？仔仔，我和你父亲想送你去贾家的私塾去启蒙。不要，我不去。唐之灵，快抓住他！唐之灵也想讨好沈飞，一个箭步就把小福宝给堵住了，然后把小福宝给提起来了。仔仔，别人家的小孩像你这么大的都已经会背3字经了，你可不能被比下去。小福宝抽了抽嘴角，这有什么好骄傲的？仔仔，以后荣王府就靠你发扬光大呢，你这学是必须要上的。况且你看娘亲这么聪明，你是娘的孩子也得出类拔萃，是不是？小福宝点头，他是娘的仔，当然会聪明。沈飞见到小福宝点头，还以为他答应了。仔仔，正巧今天你父亲不上班，带你去贾家的学堂转悠看看。见到小福宝没有反对，沈飞再接再厉道：仔仔，你是王府世子不假，但你将来还真不能担任朝中的要职，所以这个人脉你就得好好的养着。你提前去和京城官宦子弟的下一代交好，成了朋友，你们就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那将来朝中也有人帮你说话啊。小福宝眼珠一转，提前考察人才也不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是呀，到时候就不会像我一样被动了。放我下来！你答应了就放你下来。唐之灵也很坚持，他都听说了贾氏族中的私塾先生请的是大儒呢，这样的机会可是难得。我不去贾家学堂，我直接去国子学。国子学可不收你这么小的小娃娃。大禹朝的教育系统和唐朝差不多，大禹朝的中央管学分为国子监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东宫下面的崇文馆，门下省的弘文馆。崇文馆的招生对象是东宫高官子弟及3品以上学士子孙，名额也只有20人，一般人进不来。弘文馆的招生对象是京官3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也只有30人。至于国子监的国子学，入学年龄就是14岁以上19岁以下，招生对象也还是要3品以上官的后代。小福宝这么小去国子学，肯定是不符合规矩的。唐之灵，国子学有什么招生条件？国子学的入学条件就是14岁以上，咱们家孩子不行啊。我自有办法，就不用你操心啦。唉，你有什么办法呀？国子学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没有秀才功名，哪有资格成为贡生啊？就算你是王府世子也不行。沈飞一听唐之灵这么说，也泄气了。小孩子就是要和小孩子一起玩，按照唐之灵说的，那国子学都是大人了，他们家仔仔这么小，可不能去。仔仔，你要是真的不喜欢去贾家，娘就给你请一个夫子回来。他或许可以自己开一个幼儿园。沈飞想到这里就眼前一亮，他一直在想他的创业计划。他们家的生意自从2个作坊都交了上去之后，他的荷包可是瘪了不少。沈飞记得后世教育培训可是赚得盆满钵满的。还有家里有了熊猫，是不是也能开一个动物展馆？就这么一想，沈飞的脑子里有了很多的想法。他的眼睛随着想法的成型也是越来越亮，嘴角都开心地翘起来了。仔仔，不用担心，娘自己开一个私塾，你就在家里念书。小福宝很喜欢娘亲不假，但对他要开私塾的念头真的不敢苟同。娘亲也不用这么麻烦，真的不用为难我就开一个私塾，真的不用。仔仔，你放心，娘的这个学院一定能办起来。刚刚还是私塾呢，这么快就过渡到学院了？娘亲知不知道学院是什么？沈飞，学院可不是闹着玩的。儿子才4岁就想去国子学，妻子一个半吊子还想开学院，还真不愧是娘俩啊。哼，
你们等着看吧。沈飞说完这话之后，就潇洒地转身离开。他要赶紧把自己的设想罗列出来，然后尽快实施。哎，沈飞，不急，咱们去贾府的帖子都送过去了，不去不好。好，那咱们就去。说完也不顾小福宝的反对，拉着小福宝就风风火火地往外走。唐之灵无奈地摇了摇头，快步跟了上去。三人离开之后，王府里的热闹依然不减。小叶子知道娘亲和哥哥都出门，没有带她，就开始哭鼻子，这让当了她邻居的花花很无奈。别哭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娘，我喜欢小叶子了，出门都不带我。花花无语了，花花能说什么呢？娘只喜欢哥哥，小叶子好可怜啊！小叶子越哭越觉得自己委屈，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花花想到小福宝，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6个孩子中，小福宝是最受宠的。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哪个家庭对待一胎都是不一样的。在后世还有一胎照书养，2胎照猪养的呢。他们现在身边仆人一大堆，可比后世强多了。他现在可是对这个家庭环境满意的不得了。行了，别哭了，咱们一起去看看大熊猫。毛毛，去看毛毛。小叶子看到大熊猫之后，果然忘了被沈飞留在家里的事情了，小嘴儿开心地叫着：“毛毛！”熊猫幼崽听到有声音，转过小脑袋，看到同样是幼崽的小叶子，也不害怕了，继续低头喝着盆盆奶。小叶子看着毛毛喝奶，也馋了，我也想要。花花很无奈，看了一眼身后的奶娘。方奶娘急忙上前把小叶子抱起来，开始给她喂奶。小叶子一边吃奶一边翘着小脚看着熊猫吃奶。陆奶娘则是看向花花：“我不饿。”她不用，戒了，以后都吃饭。到了尚书府，下人知道是荣亲王来了，急忙把唐之灵等人迎了进去。贾尚书早就在家里等着唐之灵呢，因此贾家为了招待唐之灵，早就通知了下人等候。唐之灵和小福宝被贾尚书请到了书房内，沈飞是后宅妇人，则是跟着贾老夫人去了后院。贾家的女眷都出来见沈飞了。沈飞虽然年纪小，但是王妃的品级在那儿摆着呢，于是也是坐在上首。李嬷嬷早就准备好了见面礼，给了贾家女孩赏赐。贾家的夫人和小姐给沈飞见礼之后，就规矩地站在一边。沈飞在人群中还看到了贾宁琴，这个曾经的二嫂。贾宁琴的目光和沈飞对上，眼中含笑。从前在国公府的时候，贾宁琴对沈飞是有意见的，觉得他粗鲁不懂规矩，还戏弄自己。但后来知道他能从牢狱中出来，还是沈飞的求情，还有她丈夫也是被沈飞他们救出来的，所以现在见到沈飞有些激动，更多的是感激。王妃，我这个孙女儿知道您今天来，特意来了府中看您。宁琴拜见荣王妃，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小姐姐，咱们曾经妯娌一场，不必如此客气。荣王妃，您叫我宁琴就好。好，以后我就叫你宁琴。看你的肚子有几个月了？5个月了。有了沈飞和贾宁琴的互动，一下子场面就热络起来。毕竟这些妇人不熟悉沈飞，现在见到他没什么架子，还能拉着人聊天，有的时候又能问出一些好笑的问题，于是场面也是热闹得很。贾府前院，贾尚书穿着常服，他和唐之灵寒暄几句之后，就微笑地看着小福宝。荣世子，听说你都4岁了，还没有启蒙？贾尚书看着小福宝这小脸儿，一副威严的样子，压下心中的兴奋。荣世子，来我们贾家的学堂吧，很有意思的。贾尚书很想把小福宝忽悠到贾家的学堂，毕竟小福宝的身份不简单，加上皇上对小福宝另眼相看，要是贾家的第4代和小福宝打好关系，那将来的前程可就不愁了。这情分嘛，都是处出来的，打小一起同窗的情分更是难得。贾尚书这个老狐狸可是抓住了这一点，想要贾家的第4代都能和小福宝交朋友。小福宝看到贾尚书凑过来的大脸，伸手推了一下。
你离我远一点。贾尚书有些尴尬，但是也不恼。好，荣世子还没见过我们的学堂吧？我先带你去看一看，也认识一些新朋友。小福宝没有反对，他承认贾家是有点东西的，毕竟贾老头的运气不错。好，先去看看也行。贾尚书开心了，于是亲自牵着小福宝的手走出了书房。唐之灵跟在后面，他也好奇真正的学堂是什么样子呢？很快众人就到了贾氏族学。贾府的占地很大，而贾尚书又是贾家官职最高的人。他虽然不是贾家的族长，但是在族里的威望是很高的。小福宝等人刚进到院子，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小福宝个子矮，还看不到学堂里一群小萝卜头摇头晃脑的样子，但是唐之灵可是看了个清楚。这么一间学堂里竟然有20多名学生，都是一群5、6岁的小孩。贾大人，府中还真是人丁兴旺啊。有些孩子是族中子弟，不都是我这一支的。小福宝听着两人说，又看不到里面的情景，就哒哒地跑了过去。他趴着门缝往里面看，谁料没把稳，门被推开了。给孩子们上课的小孔先生已经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是给孩子们启蒙的先生。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于是也看向门口，直接就看到了一个倒栽葱的小孩。小福宝很尴尬。小孔先生放下书，快步向门口走去，把小福宝给扶了起来。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小福宝小脸红红的，羞窘得不得了。他很少这么丢脸，真的。没事，先生继续上课，不必管我。你是谁？我是楚浩荣，你呢？我是贾庭安。小福宝看着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这胆子挺大呀，上课的时候居敢突然跑出来。谁料贾庭安直接伸出小手拉住了小福宝的手。你也是要和我一起上课吗？可以和我坐在一起。小福宝也想看看贾家的孩子都怎么样，于是点了点头。好。两个小孩就手牵手的去了贾庭安的位子。小孔先生走了回去，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唐之灵看到小福宝这么老实的和贾家孩子一起坐在一起上课，满意的不得了。唐之灵想到了贾尚书说过，这孩子启蒙就要好些孩子在一起才行，现在也赞成了。贾尚书看到重孙贾庭安这么有眼力，也是满意的不得了。荣亲王，你瞧瞧，世子很满意这里的。小福宝喜欢这里。荣亲王，请随我来。唐之灵点了点头，继续跟着贾尚书参观。